月光下的那句晚安，隐藏着多少离殇不可藏。谁又能像北极星辰，永远地挂在天上，不动荡，深陷着泥潭，守护着平凡时刻，面对着考验，我宣战。人恶如沙漠，我不曾碎过，所以路途太长太久，无法回头张望。滴水的奔涌，粉碎着迷雾，风帆之上，只为你而寻找远方。10万，就拿了一次。拿了就下地狱了，文不见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错了就认呗。啊？你错了就改呗。你今天要真从这儿跳下去，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我下辈子都瞧不起你，赵琪。我欠你的。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红烧肉，我最讨厌的就是称兄道弟的交朋友。你是我第一个朋友，唯一的兄弟。这都是假的。咱俩从一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每一句话都是假的。蒙我呢？是不是骗我呀？赵琪，你先从这跳下去。你想过你老婆孩子没有？他们怎么办？家人呢？你想过他们吗？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我爸妈都是庄稼人，我不能让他们看着我被铐走。那画面没法想，一想到就死了。
经抢救，嫌疑人赵琦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赵琦已经交代了如何利用手机摄像功能盗取熊毅的电子口令和签名的作案全过程，以及与中间人大飞勾连作案的全过程。赵琦呢，身为公职人员，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团伙，协助东环电子违规申领增值税发票，擅自解除风控预警，利用工作便利掩盖其犯罪行为，收受涉案人员贿赂达数万元，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调查，东环电子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呢，熊毅并未参与，也不知情。关于他的停职调查呢，已经结束，建议局里恢复他的正常工作。东环电子法人张少成供述，以及完整的证据链，坐实了东河实业是恶意取得虚开发票偷逃税款。对此，投案自首的东河实业总经理郭子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经市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对东河实业作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和处以罚款的处罚决定，同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接收虚开发票的刑事责任。106专案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东环电子虚开发票的行为要抓紧处理，同时向下游售票单位发出协差，尽力挽回国家的税款损失。小菊，李克，你们的任务是完成了，可是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东环案重大嫌疑人大飞还没有归案，此人非常狡猾，在与张少成接触时，并没有露出真面目，全程用的都是化名。现在除了简单的体貌特征之外，此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继续追查大飞的踪迹。大飞，以及在他背后可能存在的团伙，早晚会归案。警钟长鸣啊！这次的事，又给我们内部敲响了一次警钟，警醒我们每一位税务工作者，要光明磊落，要严于律己，同时呢，更要加强对年轻人的职业操守教育，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更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和净化工作。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用什么样隐蔽的犯罪手段，只要触犯了国法，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至于相关人员的内部处理，区局党委会慎重研究的。现在呢，散会。哎，正好，你什么事儿？有话要说吗？我请求组织处分。赵琦是风控局的人，作为风控局的负责人，我的责任不可推卸。内部处分呢，是防微杜渐，是在警示大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处分应该从我开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怎么处分，区局党委自有定论。是，不过刚才郑浩的态度还是不错的。郑浩，不管怎么说，东河实业这个案子你还是有功的。赵琦之事，责任在于他个人，相关部门也对他进行了追责。至于你嘛，组织上自有考量，你就别操心了。谢谢王局。我还有个请求，关于熊毅，我希望无责处理。那我觉得是他安全意识薄弱的疏漏，也是风控系统的疏漏。我同意啊，对年轻人的警示教育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鼓励和认同，因为年轻嘛，所以不害怕什么利害得失。熊毅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他比较冲动，但是他这份冲动下面的干净和坦荡，我认为比起处分，我们更应该保护年轻人这份难得的坦荡，这可能是最好的教育。说完了。说完了。散会。
熊毅，你回来了。哎，熊毅回来了。回来了，大熊。哎，听说了吗？风控的内鬼是赵琦，他把这事儿再给熊毅了。是你这事儿谁能想到啊？我记得他俩是同一天入的职，跟一个人似的。要么怎么有句话说，防火防盗防凶日难。哎，我还听说这次连区税务局的郑浩也要被处分。他是领导，他手下人都出事了，他能怎么办？你说这郑局也真是够倒霉的。你说东河岸刚立了点功，这紧接着就被下来的人给牵连了吗？哎，你也不能这么说呀，证据又没错，实在是这帮下属他太不省心了。你说就赵琦这种情况，得判几年？没有职业操守，丢不丢我们税务的脸？二，他是不是品行也一塌糊涂？栽赃嫁祸，心狠手黑。有钱有门路又怎么样？什么年代了，还想花钱托关系减罪啊？贪污腐败知道吗？不可能被原谅的。你们看哪个贪官有好下场？爸妈也不知道怎么教我。把嘴闭上。高光，你有病！我让你把嘴闭上。哦，车底软这个是吧？谁不知道你爹啊？说什么啊？再说一遍。啊！熊毅，你也冲我来是吧？赵琦父母做错什么？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说他们？道歉。我跟谁道歉？跟你，还是跟高鹏，还是跟赵琦呀？赵琦的父母。咱大家都同事，好好道歉。你是我，你道歉。冷静点，住手！大庭广众之下打架斗殴，你们还有点国家公职人员的样子吗？把单位食堂当什么了？当菜市场了？还有你，李东杰，你是怎么管教你的人的？对，都是我的错，我管教不严。您放心，绝对不会有下回了。我们就议论了几句赵琦的事儿，那区局的熊毅跟吃错药似的，直接扑上来，还有自己人也胳膊肘往外拐。你闭嘴！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啊？那区局的人也是咱们的同事，就你张嘴，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知道吗？心里没数吗？天叭叭叭的，没完没了，还不服气啊？出去，听我处理。走，小菊。还有你，不说话就有理了是吗？出去。走了，小菊。小菊，这两个臭小子怎么处理啊？你说怎么处理好？我说，您是领导，得听您的呀。我说没有用，但是我跟你说啊，这熊毅我打过2回交道。上次，那个黄主任询问他的时候，各种不忿。我听说了啊，那区局那边除了郑浩的话，他连宋局的面子都不给。你什么意思啊？啊，区局有区局的规矩，咱们有咱们的章程。区局为什么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要我看啊，就是组织纪律性抓得不够。真是，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吧，叫他们俩一人写份检查，做公开检讨。你呢，也跟着表个态。
好，没问题。怎么了？还有事啊？那什么，我听说季局已经递交了那个提前退休的报告了。他一退休的话，那他那位置应该就是您的了吧？那排队也该轮上您了，是不是？这你就不要瞎操心了，组织上有更成熟的考虑。考虑谁了？宋敏红啊？你先去吧，啊。你进。宋局。哎呀，这个熊毅一天到晚惹事儿，来我们这儿几年了，这冲动的毛病啊一点都没有改。局里做出决定了，让他呀再到医所去锻炼一段时间，好好磨磨他的臭脾气。但是宋局，我还没说完呢。区局党委会对你的事情也研究出来了，作为风控局的局长，对赵琦的事情，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情是你主动发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后来又主动配合调查工作，查明了问题，所以这次对你不做处分，但是你必须在会上做出深刻的检讨。你没有异议吧？没有，但是熊毅业务能力强，是个好苗子。越是好苗子，就越要磨练他的性子。组织上培养一个人，严管才是厚爱。郑浩，你是带队的，你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局里所有领导的意见。好，知道了，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哎，等等，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调职了。调哪儿啊？稽查局。季局的位置。上面也想调你过去，你愿意吗？我想想。都煮老了，也不捞，啊！来，捞啊你！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不痛快。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还狂，比你还冲动。我爸呢也管不了我。直到后来，我进了税务局，遇到了一个我服气的人，良师益友。小新的爸爸。这事儿我听说过。没怎么听你仔细说呀。他跟赵琦一样，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的，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做人本本分分。他那时候就常说，这人呢，总是想着人有我无，人无我有。那就容易走极端，容易犯糊涂。赵琦是糊涂，他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辜负了亲朋好友的信任。可是他更糊涂的，是辜负了自己的努力。是。你说人这一辈子，要是能像坐地铁一样就简单了，错过了，还可以再绕回来重新开始。可有的时候就那么一步，错过一个出口，包含终身。
明白，师傅。您有很多遗憾的地方。你又明白了。师傅，其实去一所也挺好的。我去了一所以后，肯定会认真工作。我跟你说，一所是离基层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你多接接地气儿，多去体会感受一下这一线的税务工作人员是怎么过来的。我肯定会好好干的，好吧？都在酒里。我看着你啊，唠叨。是不是迟到了？没事儿，我们正好看看资料。开始吧。好，各位，你们手上的这个宇辉咖啡，相信在座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这家咖啡是连锁品牌，本土企业，总部就在咱们新东。成立5年以来，发展的速度很快，门店在全国已经开了将近300家。最近3年的营业额每年以30%增长，可是去年，企业所得税却大幅度下降，存在着少缴税款的嫌疑。这条线索是征管局发现以后移交到咱们稽查局来查证。经过财务、发票、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宇辉在去年3月份以40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大型的智能软件，并且还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征管局认为企业有接受虚开发票的嫌疑。梁小姐，客套话我就不说了。欢迎你成为宇辉的税务顾问，也希望你能帮宇辉解决掉眼前这个麻烦。您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我听丹娜说，你在法国待了6年，在尤安事务所。尤安我知道，是一家著名的税务事务所。你从一个普通的事务员做到了总监，你的 team 每年从营业额100-200万做到了1-2000万，非常不错。我选择你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份漂亮的履历。周总，您过誉了，那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团队的功劳。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打算帮宇辉怎么样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用我的专业呀。梁小姐，我丝毫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靠专业的流程呢，有时候会比较慢，而且总让人不踏实。我希望解决麻烦，用直接有效的方法。啊，这个您放心啊，周总。以我们事务所的能力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不好意思，周总，是我没有太明白您指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听说梁小姐，你之前的恋人是去税务局的，我们认为这层关系很重要。如果真的是虚开的话，那这么大的金额，足以让这个公司老板判刑入狱了，这家公司也完了。赵科，查过售卖他们软件那公司吗？查了，从风控数据上来看，售卖这套智能软件的科技公司易腾科技，是一家正常营业存续的公司。
从申报表上看，这4000万相当于宇辉1年的利润了。用1年的利润去买一套软件，这本身就很不正常。2位局长，我建议先对宇辉进行实地查证。我和宋局也是这个意思。这样，董姐，你下午带几个人先去宇辉查证一下情况。好，没问题。不好意思啊，忘了静音了。你接吧，案子已经讨论差不多了。没事，家里人。2位领导放心，咱们这边散会以后，我们检察科在出发以前再开个小会，把宇辉的所有资料再过一遍，确保万无一失。好。关于宇辉这个案子，我多嘱咐几句。这是我调到咱们稽查局的第1个案子。我们都知道，咖啡生意历来是国外品牌的天下。像宇辉这个本土产品，能够在残酷的市场上立足和生存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从远了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考虑我们和企业的关系，企业能够良好的持续的发展，依法纳税，是我们税务系统最重要的基石。希望大家呢，在去执法和查证的时候啊，一定要时刻谨记，任何的声音都要基于公平、公正和尊重对方的原则上。在事情还没有定论之前，不要有任何的声音和立场，以免有失偏颇。在中国咖啡这条赛道上，宇辉作为土生土长的国产品牌，我们备受关注。我们现在正在做 B 轮融资，我想把宇辉真正的带出圈，把它做大做强。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税务局发起了对宇辉的调查，我很担心，因为这个事情会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想请梁小姐用你的专业和税务局这层关系，帮宇辉解决这个麻烦。而且，我也想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周总，首先我非常感谢您对丹心的信任，我也非常欣赏您的直接和坦率。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明确的跟您讲，我们的合作中，您所谓的那层关系，帮不到我们。为什么呀？因为他父亲的原因，我父亲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新东的监狱服刑。到底什么原因？我爸爸他曾经是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最终他失败了，因为他想走捷径，他接受了一笔金额巨大的续开发票。梁姐，这个你可以放心，宇辉没有做续开发票。我知道，周总，请您放心，不管是我们短期合作，还是有幸能跟您长期合作，我都会竭尽全力跟贵公司一起去迎接这次挑战。喂，怎么了？我妈生病了，我在医院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请个假？哎呀，不行，我现在有任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季军是一病，我以为肖局能上去。可是谁知道？哎呀，你说我一没有后台，二呢，我又不会来事儿，只能靠我自己努力，对不对？我这也是为咱们这个家。哎，好，好，先这样，我那个回来接孩子。同学，来了，招人啊？哦，宋局找我，先过去。科长，
听说了吗？证据要调到咱们这儿来，而且是要调到咱们检察科来。你忙去吧。行。进来，宋局，请坐。请坐。经上级部门批准，稽查局的检察科将拆分成检察1科和检察2科。你是总局人才库的，上级的意思是调你到检察2科当科长，发挥你信息化、数据化的特长，打造新东税务的智慧稽查。又回到老本行了，有什么想法？没有，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好。又回到这儿了，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是，有点。当初把你调走，你一直以为是老爷子托关系找我和老纪照顾你，把你调回区局的。其实不然。那个时候啊，是你不适合在这儿了。做稽查工作，要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坚定。可是那段时间，你因为大军的事情，你要找到答案，要找到真相，以至于影响了你的工作状态。把你调走，组织上也是出于对你工作状态的考量。现在呢，再把你调回来，理由是一样的。我希望现在的你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信念，去面对所有的工作状况。我明白。明白就好。那下周就给你办人事调动。好。上级部门的意思是检察科力量短缺，可以多增加一些人才。人才？咱们税务局人太多了，就他是个人才啊！啊，当初想调走就调走，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大军哥的事儿吗？小菊，你别忘了，当初可是我跟大军哥一起执行的任务。要是当时是我，不说了。这些年他在区局多清闲，现在想调回来就调回来，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季局、宋局是他老爷子带出来的吗？他后边有人儿，对不对？董姐，慎言啊！慎什么言？我就这脾气，有啥说啥，不会拐弯。行，你能调回来，你厉害，对吧？咱比不了，左右不了。但是，咱们局这么多科室，他为什么选择我检察科呀？检察科缺人手，那自然是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你就先不要有情绪了。我不是有情绪。那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啊？平级、上下级，以后谁领导谁呀？这工作怎么干呢？这个级别问题会分2个科，1科和2科。啥意思啊？把我们检察科拆了是吗？明白了，懂了。既然领导都决定了，我说啥也没有意义。行。我服从组织分配。董姐啊，你在检察科待了这么久了，你的功劳苦劳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啊，就是太急太直。说过你多少次了，凡事要外圆内方。圆啥？
我都这岁数了，我也不是刚毕业的孩子。你了解我啊，小菊，我就这脾气，有啥说啥，憋不住，我说完就痛快了。现在我痛快了，我去吃饭去，下午还得干活呢，你去不去？去吧。家里这挺好的。那，我一刚刚不知道。是你们那那不是东杰吗？东杰，这边。来来，我们正商量着晚上一起吃饭呢，这不是好不容易调回来了吗？咱得替他庆祝一下啊！你不去吧？晚上我有事儿。怎么呢？哎，我说东杰，你不去可不行啊！咱们几个当年可是一块儿分到局里来的，现在正好回来了，咱们几个得给他接接风、洗洗尘。你说你不去，那多没劲呢。我晚上真有事，我丈母娘生病了住院，我媳妇儿得陪床，那孩子我得我接呀。啊，改天吧，下周，等大家伙都有时间，我请客，啊。行。君欣，你们吃啊，我们可得开个小会儿啊。就这样啊，你啊，还有你俩，哎，下午去企业的时候啊，这样。咱老家新鲜的菜，别人碗里的菜好吃。熊毅，人马，这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先报警吧。我又不是没取号，我就出去办趟事儿的功夫，回来就说我过号了。我都跟他说了，可以先去没人的窗口优先办理。那他随便插队，我能不管吗？这不玩我的吗？他们就这么为人民服务的呀？你也好好说话啊！为人民服务就该听你在这儿不干不净的叫骂吗？我态度也不是不好，那我们也是人啊。怎么着？还想接着动手啊？这情况啊，好多人都可以作证。他这么一闹，对我们影响太不好了。哎，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啊！你小子回来了啊！又来给您添麻烦了。我可不会给你机会。你是不是不想回来？你也不想让我回来呀？哎呦，最近呢，自从这个新政策一出台，成天来咨询我的人呢，都能排出这税务大厅门口去，把我这个忙的哟，我从早到晚，这讲，连喝一口水的机会都没有。您说您何必呢？机构合并之前您是正所长，忙就忙吧，应该的。这机构合并了，您变成副的了，结果还这么忙，何苦呢？早知道别正转副啊。哦，不正转副，咱们一个所两个正所长，那听谁的？听您的呀。啊，谁叫您是严妈呢？哦，我刚来局里的时候，他们都管您叫严妈，我还纳闷呢。我说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要叫妈呀？结果后来发现，您是像妈一样喜欢无微不至的关照别人。我在家就听我妈的话，来您这儿啊，全都听您的。听我的，听您的。行啊，赶紧穿上工装，14号窗口。我知道你没意见，
我没意见，全听领导的安排。对，你想想，我们这个一所那是模范所，到这儿来工作就得一不怕忙，二不怕累，赶紧吧。这不午饭点了吗？谁吃了？就你一个人饿啊？冲！冲！你好，我们税务局的，谢谢。谢谢。哎，谢谢。你说这么大的房间，这么大桌子，这一会儿人来了，不就像两军对垒一样？这下面听证会。我们今天来不就是谈判？哟，李科长，哎呀呀，辛苦辛苦辛苦！你好，周总。啊，辛苦辛苦，哎，辛苦了。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宇回的税务顾问梁锦秋女士，她的合伙人于丹娜。李科长，你好。你好，梁小姐。哎，你好。你好，李科长，以后我们宇回的所有关于税务的事宜啊，你就跟两位对接处理。坐。来，坐，梁小姐。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方购置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是真实的，跟易腾科技签订的研发合约、购买合同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我们准备了复印件，请各位过目。欣欣，开完会以后，把这个资料带回去。是。这份资料我们带回去以后，一定会研究查证它的真实性的。梁小姐，我们现在需要清楚地知道这套软件的功能，才能判断它的价值。如果功能不符合需求，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的价格，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来查证企业是否存在少缴税款的问题。破大地是种子的新芽，襁褓无花，哭笑间悄然长大。生命中的馈赠，暗处有标价。若心无敬畏，终会承担代价。一粒粒沙，兴起居高塔，迷途的人为寻家走遍天涯。柴米油盐之下，各自的活法。若爱有时差，我愿一生牵挂。你我付出的，也曾回报着你我。水滴变云朵，落雨时还给湖泊。亘古不变的，唯有真爱和因果。不都是平凡着那个美在用力活。你我热爱的，也在深爱着你我。日出又日落，你追着光奔跑着，都在不屈地抗争命运的抉择，都是平凡着守护人间的人。都是平凡着守护人间的烟火。